个平易近人的上市公司总裁，却每晚幻化成黑影出去嘎人，用的手段也极其残忍。然而所有人都不觉得你有罪，反而纷纷站出来保护你，质疑你嘎的都是作恶多端的坏人。没想到你第一个去嘎的人，却是你的结发妻子柳如烟，因为她为了吞并你的财产，伙同情夫将你撞成植物人。不过也让你获得了幻化黑影的能力。此时柳如烟还在直播间颠倒黑白控诉你，刚刚下播就看到凭空出现的巨大黑影，你微微一笑，逼迫他拍了认罪视频，承认自己转移财产，还有和刘小雨合谋杀害你的事。发到网上后，便送他去了西天。只见柳如烟身上冒出金色光点，被你吸收，你突然感受到一股强大吸力，将你吸回本体。感受了一下自身情况，寿命已经从3个月变成30年，头部也已经可以转动。我这算是从植物人进化成全身瘫痪了吗？随后你总结了现在的能力，你可以在每天晚上12点之后幻化成黑影，不仅能在黑暗中光速移动，还能变化各种形状，并且可以随意在2维和3维之间切换。黑影内部甚至还带有一个储物空间，每嘎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对方的剩余寿命，寿命可以让你更加强大。明白了这些信息，你很快便确定了明晚的目标，就是柳如烟的情夫刘小雨。第二天，你的病房里挤满了教授和专家，昨天刚刚确诊的植物人今天就醒来，简直就是医学上的奇迹。院长方衍之免除了你一切费用，还给你最好的待遇，只希望你能配合起行研究，这对社会将会是极大的贡献。你没有多想便同意了。不一会儿，院长就给你配了个专属护士苏成，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子，母亲癌症晚期，但母女2人决定放弃治疗，开开心心过完剩下的日子。苏成人很善良，对你的照顾无微不至。此时在柳如烟的案发现场，执法局大队长王涛刚刚勘察完毕，太残忍了，如此光滑的伤口，只有非常锋利的利器才可以做到。随后根据柳如烟的视频，找到了作案用的车，并且逮捕了刘小雨。回到执法局简单审问了一下，这柳如烟和柳小雨的仇人不少，但大多都是经济纠纷，嫌疑最大的只有4肢瘫痪的你，但你现在连走路都困难。王涛简单做了个笔录，无功而返。时间很快来到12点，熟悉的感觉再一次降临，你再一次幻化成黑影，直奔刘小雨家，四处搜寻了一番，却空无一人。我真是糊涂了，刘小雨不是被抓了吗？不过你也不能白来一趟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统统纳入储物空间。随后动身前往执法局，路上遇到苏成提着一壶鸡汤往医院走，他今晚不是休息吗？还给我送鸡汤。正当你感动至极，突然一支匕首抵在他喉咙上，不许动，打劫。然而歹徒翻遍他全身，只搜到一壶鸡汤和一部老年机。歹徒恼羞成怒，准备对苏成图谋不轨，突然一道黑影闪过，接着只听扑通一声，歹徒伸手一触，随后一只手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。没事了，报案吧。苏成愣了足足1分钟，才想起来打电话报案。你则继续赶往执法局寻找刘小雨。然而没走几步，突然感到那股吸力又一次袭来，你再一次被吸回本体。怎么会突然被吸回来？难道每晚只能嘎一个人吗？仔细感受了一下，寿命增加了20年，右手也恢复了知觉。你对黑影也有了新的认识，你和这黑影其实是一个整体。黑影只能在半夜12点到日出前自由活动，期间如果掠夺了寿命，黑影会马上吸收，如此一来黑影的能量就会多于本体，导致两者之间能量失衡，必须马上返回本体，将吸收的能量分一半给本体。你这边正因为右手恢复而高兴，另一边的王涛却郁闷至极，连续2天出现命案。局长关长安今天也亲自来到现场。局长，今天的案子其实就是正当防卫，可现场没有第3人的痕迹，不过法医检查伤口后判断，这凶手就是杀害柳如烟的人。关局长叹了口气，悬赏20万登报，发动人民的力量，就暂时称他为暗夜屠夫吧。其实王涛的第6感隐隐觉得最近发生的事和你有关系，尽管多次询问过你，却都无功而返，反而所有人都觉得王涛在针对你。局长，如果小马真是凶手，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刘小雨，我们不如严密监视他，守株待兔。关长安仔细思索一番，最终同意了王涛的方案。不过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们执法者可不能只凭第6感破案。天亮后，暗夜屠夫的名声登上了各大媒体，但出乎王涛意料的是，网上的舆论却向着暗夜屠夫倒去。大家不要被误导，这暗夜屠夫嘎的2个人都是罪有应得。没错，有了暗夜屠夫，谁还敢为非作歹？他每晚嘎一人，就是为了震慑那些坏蛋们。我这就去给执法局留言，让他们赶紧撤销通缉令。我是卖包子的，旁边就是执法局，他们在买我包子，我就给他们加泻药。王涛看着网上的留言，郁闷至极。另一边的你也不好过，因为右手的恢复，你又被专家教授围观了1天，终于熬到12点，第一时间你就跑到执法局。今天人怎么这么多？搜寻了一会儿，终于在拘留室里找到了刘小雨。刚准备动手，突然发现王涛和关局长都在这里。这王涛该不会是用刘小雨来钓鱼吧？这样的话风险太大，先让他多活1天吧。随后你便出去寻找别的目标，刚出门就遇到几个混混在一家包子铺闹事。你看了一会儿，原来这些混混是建筑公司找来的，为的就是逼迫这家包子铺签拆迁协议。混混们手段残忍，老板最终还是受不了混混的手段松了口。一个领头的黄毛踩着老板的头说道：“这才对嘛，等着我去拿合同。”随后黄毛便钻进远处的车内，一见有人落单，便朝车里走去。过了好久，混混们见黄毛还没回来，派人去找，才发现黄毛已经死在了车里。混混们四散而逃，恰好执法局就在旁边。王涛很快赶到，关局长拍拍王涛的肩膀，这下该排除小马的嫌疑了吧？王涛沉思片刻，有没有可能他已经知道自己被怀疑，故意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呢？关长安再也受不了，一个巴掌打在王涛头上，你小子真是魔怔了，先放2天假吧，上面已经派来金牌侦探了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此时的你也已经回到了本体。令你震惊的是，这次吸收的寿命居然高达25年，也就是说，这混混每天抽华子喝酒都还能活50年，妥妥的超人。有了这25年的加持，
齿，你的寿命也达到了65年，左手也已经恢复。看来今天又要被围观了。漫漫长夜很快过去，天刚一亮，一位律师走进了执法局，不一会儿便把刘小雨带了出来。温律师果然高明，那请柳先生结一下律师费吧，当初说好的，一共2200万。此时刘小雨欲哭无泪，幸好之前跟柳如烟中饱私囊存了点钱。放心，温律师，我家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，一起去我家拿吧。随后温木里载着刘小雨回到了家，打开门后，刘小雨彻底愣住，家里空空如也，毛都没剩一根。温木里邪魅一笑，柳先生，看来我又要把你送进去了。眼见自己要被重新送进去，刘小雨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。早年你为了保证合伙人的利益，曾立过一份遗嘱，如果自己出现意外，公司将由加入时间最长的员工继承。趁着现在小马在医院，我把公司老员工全部开除。温律师，你把小马除掉，我就有资格继承这价值2、3亿的公司。温木里稍加思考，可以，但我要再加5000万。刘小雨听后虽然肉疼，但也不得不答应。接着温木里给了刘小雨一张名片，他叫熊川，具体你和他谈，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。说完温木里便离开。刘小雨气得破口大骂，但冷静下来后，还是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。熊老大，我想嘎一个全身瘫痪，只有脑袋能动的人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决定事成之后一次性付清4000万，加上温木里的7000万，1个多亿就这么没了。此时熊川喊来最得力的手下黑狼，安排他今晚就去医院动手。晚上8点，苏成不在病房，你一个人在床上玩着手机，突然听到外面有悉悉索索的声音，你意识到不对，今天的检查刚做完，苏成又不在，会是谁呢？想到这，你急忙放下手机，拿起桌上的水果刀装睡。此时黑狼悄悄摸到你身边，由于刘小雨并不知道你的双手也已经恢复，所以此时的黑狼没有任何防备，拿起枕头按住你的头，脸凑近你调戏的说道：放松，有点头晕是正常的。然而正在黑狼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时，突然感觉一只手搂住自己背部，接着脖子一凉，一把水果刀出现在他脖子里。黑狼挣扎了几下，最终倒在床下没了气息。你扔开枕头，大口喘着气，拿起手机报了警。不一会儿，王涛便赶到现场，并确定了黑狼和熊川的身份。你既然没得罪过熊川，那就很可能是别人买凶杀人。王涛看着黑狼的伤口，和暗夜屠夫造成的伤口没有半点相似处，难道真是我错怪小马了？或许我的注意力始终在小马身上，潜意识里就忽略了身边的其他嫌疑人。看来我要把案子重新梳理一遍。很快，黑狼失手的消息传到了熊川那里，得知是柳小雨的情报有误，气得他对刘小雨大骂一通，价码也从开始的4000万提高到1个亿。事成之后，如果我没收到钱，你的命我也要了。时间很快来到12点，你再次幻化成黑影，搜寻熊川的踪迹。此时熊川正在楼顶烧纸，旁边站着另一名得力手下黑虎。黑虎，有件事我瞒了你很久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。20多年前，我靠着努力一路走到了地下拳王的位置，一次被仇家追杀，一个女孩救了我，后来我们俩相爱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但仇人的一次暗杀导致她也丢了性命。我意识到如果把几个月大的儿子带在身边，也会死路一条，于是我把2人送到孤儿院，10岁的时候又去领养回来，起名为黑狼和黑虎。其实我是你爸爸，我就说第一眼见到你就感觉很亲切，原来你是我爸爸。儿子，爸爸，儿子，爸爸，2人抱头痛哭。许久之后，熊川对黑虎说道：今天爸爸教你一套武兽呼吸法，这是我偶然在一个墓穴中发现的，可以大幅改善人的体质。我如今已年过60，却还是保持着巅峰状态，全靠它。于是2人开始在天台练习功法。2小时后，熊川对黑虎说道：儿子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一个人静静。好的，爸爸。等到黑虎下了天台，熊川拿出手机看了几分钟，转头对着远处说道：暗夜屠夫，出来吧。只见黑影一闪，你高大的身影从暗处走出，不愧是地下第一拳击高手，洞察力就是敏锐，果然还是找上我了吗？动手吧。你嘴角一咧，只一个冲撞便把熊川撞到墙上，口吐鲜血。这个速度和力道，你莫非不是人类？熊川自知不敌，只能哀求道：我已经给我儿子铺好了路，他不会再做坏事，求你不要伤害他，我愿意把这呼吸法送给你。你答应下来，收下古书，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。之所以这次没再用刀，是因为你的本体刚刚遭到熊川的暗杀，为了撇清嫌疑，你把他塞入体内空间，瞬移到原始森林，将他的尸身丢在地上。大森林的动物们加餐了，回到本体，你感受着寿命的注入。这熊川的寿命居然高达200年，这就是武兽呼吸法的强大之处吗？探查了一番现在的躯体，下半身居然完全恢复，但你现在并不打算结束自己的瘫痪生涯，而是继续伪装自己，趁着此刻病房里没人，开始练习武兽呼吸法。你感受到一片浩瀚的星空，探索了一番，发现星空中有代表寿命的165颗星星和一个小月亮。你把其中一颗星星移动到月亮上面，二者发生融合，你的脑海中也多出了1年的记忆。记忆中的你不眠不休，修炼了1整年武兽呼吸法。你把意识退出这片空间，发现自己身体也拥有了更强的力量和爆发力，简直了。你进入神秘空间继续加点，又加了3颗星星，第4颗便再也无法与月亮融合。你明白武兽呼吸法已经提升到了顶点，退出神秘空间感受身体变化。此时的你绝对有信心一拳打死一只老虎。你将呼吸法放入体内空间，思考着刚刚的神秘空间，自古以武不分家，能不能把寿命用来给我的医学知识加点？一方面可以赚钱，另一方面如果真的研制出什么治疗绝症的药物，也可以受到多方势力的重视和保护。说干就干。随即你联系了你的大学室友慕容，他是比刘小雨资历更老的创始人，此刻他已经被刘小雨降职到国外。听说你醒了，激动的立即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往回赶。此时在关长安办公室，王涛和一个粉头发女子在争论：楚玲玲同志，虽然你是关局长请来的金牌侦探，但暗夜屠夫是我一直在跟的，凭什么不让我继续跟了？关长安一巴掌拍
拍在桌子上。你狗叫什么？你是大队长，别的案子还办不办了？王涛满脸不甘心。那我申请降职，当普通职员，我必须亲自跟着把这案子破掉。关长安满脸欣慰地看着王涛，有骨气，那你就暂时降职，加入楚玲玲的队伍吧。楚玲玲是黑客高手，又是金牌侦探，你要好好辅佐，你的职位就由新调过来的李凯云接手。事情已经谈完，众人散去。此时你和苏成已经在收拾行李，因为你已经决定进入医学界，自然不能再待着浪费时间。你聘请了苏成为你的私人护理，刚准备出门，李凯云找了过来，一是对王涛的怀疑向你道歉，二是通过通话记录查到你的刺杀和刘小雨有关，我们会严密监视，一定会给您个答复。随后李凯云要过你的手机，输入了他的电话，便起身告辞。你越想越不对，这家伙在诈我，他还在赌我会打刘小雨。接着打开手机，果然发现你的手机被装了监控软件。很快夜晚降临，你来到刘小雨住处，此时的刘小雨因为熊川的失踪，刚刚和律师温木里大吵了一架，正在家里买醉。你刚准备给这家伙一个惊喜，突然发现旁边有个拿匕首的身影，慢慢靠近刘小雨。这人你竟然认识，是公司老员工老陶的儿子陶俊。原来刘小雨为了继承公司，用非法手段裁掉一大批老员工，找了些小混混把老陶手脚打断，送到医院后，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。陶俊绝望之下便来到了刘小雨家。柳老板，暗夜屠夫来找你要债了。说完将手中匕首刺向刘小雨，但毕竟陶俊还是个小孩子，三两下就被刘小雨牢牢抓住手腕。你见此情景，手中幻化出一根黑丝，刺入刘小雨后脑。刘小雨手一松，陶俊完成反杀。你吸收了刘小雨寿命后，便返回了本体。第二天，执法局通过监控找到陶俊，在陶俊口中得知了整个过程。法医也发现了刘小雨后脑的细小伤口，几人正没有头绪。黑虎突然给王涛打来电话，说有重要线索。原来那日在天台上，熊川给黑虎发了一条定时短信，当时熊川自知自己必死无疑，便告诉黑虎，谁会武兽呼吸法，谁就是暗夜屠夫。得知这一重要线索，三人立即开会探讨。迄今为止，暗夜屠夫每晚都会嘎掉一人，第一晚是柳如烟，第二晚是抢劫犯，第三晚是拆迁小混混。众人本以为第四晚是无事发生的，如今却在黑虎的口中得知第四晚被害的是熊川，昨晚是第五晚，被嘎的人是刘小雨，而且这5人中有4人都和你有关，尤其是熊川和刘小雨。熊川在暗杀你失败后当晚就死掉，李凯云刚刚告诉你刘小雨暗害你的消息，当晚他也被嘎掉，熊川的身体还被暗夜屠夫带走，感觉像是隐瞒什么，似乎一切都和你有关。但诡异的是，你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，根本没能力完成犯案，手机中装的监控也显示一切正常。三人讨论了很久，最终决定由王涛再去拜访你，并以朋友的身份在你家住一晚。此时在你家中，慕容已经从国外回来，你们商量后决定把公司卖掉，重新办个医疗研究室。事情商量完，慕容出去买菜了。你想到自己的手机既然被监控，能不能反监控过去探听消息？于是你找来一些计算机书籍，利用神秘空间投入30年寿命，成功把自己的黑客技术达到顶峰。你顺着手机监控，成功在执法局内部安装了病毒。此时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你的掌握中。你试着打开他们的会议室监控，便看到王涛3人的身影。根据调查，那个律师温木里没要到律师费，现在准备搜集证据搞小马的公司，我们也要重点监视这人。这律师有主，看来我的名单上又多一个目标。接着便听说王涛要来你家试探的事，正合我意，看我怎么利用你洗脱嫌疑。在家等了一会儿，王涛果然来了，3人推杯换盏。慕容没什么心事，很快便趴下，而你看时间已经凌晨2点，便也装作喝醉的样子趴在桌上，黑影出鞘，瞬间来到温木里床边，举刀就砍。突然温木里睁开眼睛，一把拉过旁边熟睡的妻子挡刀，随着妻子的生命迅速流失，你也不受控制的回到本体，感受了一下当前寿命163年。这温木里真是气运之子，这都没有嘎掉他，便不再装睡，而是真的睡了过去。可怜的王涛一直坚持到凌晨4点，再也坚持不住，睡了过去。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中午，王涛向你告别之后，匆匆赶到了执法局。昨天案发时2点，根据温木里描述，他本来准备上厕所，刚睁眼就看到一个2米高的身影砍向他，被他用老婆挡了刀，现场和周围也没有任何痕迹，那可以排除小马了。那时候他一直在和我喝酒，手机也一直没动过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证据摆在那。这边执法局没什么收获，你那边却收获满满。你从温木里家带走了保险箱里的所有金条，还有他的手机电脑。成功侵入后，你找到了一份名单，都是他帮助过的各界名流犯罪证据，被他偷偷藏了下来。这温木里还知道给自己留后手，你直接把这些东西打包，悄悄放到网上，很快这些东西就火遍网络。执法局第一时间按照名单抓人，连同温木里一起关进狱中。可怜温木里在狱中受尽折磨。此时你缓缓放下手里的书，经过1天的翻阅，你已经在神秘空间重新塑造了医药学月亮，但你的寿命实在太少，还是要想办法解决温木里。这时你突然接到王涛的电话，自从上次一起吃过饭，他对你的怀疑被排除，甚至觉得你是个有为青年。兄弟，这段时间尽量别出门。黑虎一直怀疑你嘎了熊川，打算对你出手，要不要我安排人保护你？你听完心里激动不已，自己正缺大量寿命，突然有人送上门，你求之不得。而且自从你练了武兽呼吸法，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强，正好试试这具身体的强度，便拒绝了王涛的帮助。当天夜里，黑虎便派了一名杀手偷偷潜入你房间，这杀手看着床上的凸起，举刀就砍，砍了几刀
发现手感不对，掀开被子才发现是假人，意识到自己暴露，杀手转身就跑。突然身后黑影一闪，你一拳把杀手胸口骨骼打断。本想等到12点1档，利用黑影进行收割，只见这杀手嘴里一动，接着口吐白沫而亡，真是个死士。看来今天的目标只能是温木里了。没多时，时间便来到了12点，你把杀手丢到原始森林，便来到了温木里所在的牢房。温木里此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你也敏锐地发现在他周围的隐藏摄像头。你来到监控室，王涛他们正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，算时间，暗夜屠夫应该到了。盯紧点，虽然你完全可以大摇大摆砸了温木里，但过于嚣张总归不是什么好事。于是你灵机一动，把桌上的杯子推倒，水直接洒在插排上，整个执法局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楚玲玲最先反应过来，不好，快去看温木里，而你瞬间来到了温木里身边，将他送走。这一夜，整个执法局人员彻夜无眠，你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寿命余额190年，你直接将40年的寿命投入到医疗知识中。学完之后，你只觉得医学博大精深，想要开创性研究出癌症治疗方法，还需要很长时间。你灵机一动，不如建立一个100%治疗癌症的理论推演，用寿命进行填充，说干就干。很快你便建立了推演模型，将寿命投入其中，只用了10年，脑海中便出现了一个完美治愈癌症的手段——纳米靶向免疫激活药剂。此时慕容也传来好消息，旧公司已经卖掉，新工厂也搞定，还雇了几个大学生，太好了，明天准备第一次研究生产。苏成听到你们的对话，毛遂自荐要给你做兼职。你想了想，苏成的母亲患有癌症，说不定能成为第一批实验人员，于是便答应了下来。此时黑虎那边派去暗杀你的杀手又一次杳无音讯，黑虎几乎已经断定你就是暗夜屠夫，于是他直接拨通了王涛的电话报案。王队长，我们有个小弟走进小马家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，周围有监控为证。王涛得知情况，立即组织人员来到你家，而你也早想好了说辞。王队长，那人半夜翻窗户进来把我打了一顿，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威胁我不让我报案，我一个瘫痪之人根本无法对付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抢走一些财物从窗户逃走了。说着你故意用畏惧的眼神看着黑虎，黑虎听后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小弟肯定还在房子里，肯定能搜到。你心想自证的机会来了，两位队长，请你们认真搜一下，证明我的清白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点点头，在你家搜了起来，结果当然是徒劳。黑虎怒气冲冲，朝着你就是一拳，你虽然能躲开，但毕竟外人在场，只能硬抗这一击。众人一起把黑虎按倒在地，黑虎此时已经暴走，你瞒不过我，我已经感受到你身上有武兽呼吸法的运营，果然露出破绽了，这黑虎一定不能留了。众人看到你的嫌疑已经解除，便拖着黑虎离开了你家。临走时，楚玲玲突然问道：小马同志，你也精通黑客方面的知识吗？你听到这问题，瞳孔微微一缩，随便应付过去。麻烦了，这问题绝不是随口问的，他已经在怀疑我了，自己的医学计划要加速了，争取早日成为顶级医学家。回到执法局，楚玲玲决定加大黑虎的保护力度，安排李凯云和几个精锐假扮成囚犯和黑虎住在一起，同时让王涛带着监听设备去你家附近盯梢。这一切自然也被你知晓。不行，这么查下去早晚会露馅。想到这，一个计划在你脑中形成，你先给王涛打去电话，说白天得罪了黑虎，想邀请王涛带人保护自己，并且自己会给额外发补贴。如此坦荡的行为，立即获得了王涛和执法员们的好感。几人悄悄打开执法仪，开始了监视任务。执法局那边也已经安排妥当，执法员们全部带枪上阵，就等着暗夜屠夫上钩了。时间来到了12点，你来到了牢房，观察四周，找到一个监控死角，耐心等候。很快4个小时过去，执法员们都已经非常疲惫，你知道该出手了。随即缓缓凝聚出一只手，在李凯云脸上掐了一下，李凯云瞬间惊醒，发现了你，拔枪直接扣动扳机。但就在开枪的瞬间，你幻化出一根极细的黑丝缠绕在枪口上，控制着枪口转向黑虎。随着枪声响起，黑虎当场毙命，你则瞬间消失。计划完美实施，这下李凯云和楚玲玲该停止了吧？回到本体，王涛他们也已经离去，感受下自身，你和黑影各自获得50年寿命，本体寿命余额又回到了190年。下一步要学一些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，以后制药都用机器人，靠得住。今天抓紧把药品做出来。你这边正畅想未来，执法局那边却不好过。熊川继任者孟萧带着一群混混把执法局围得水泄不通，直到楚玲玲和李凯云当众辞职，才化解了这场危机。王涛又一次官复原职，和关长安两人分析案情。你昨晚监视小马有什么情况？我们几人一起在他家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关长安皱了皱眉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之所以这些案件都和小马有关系，都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暗中保护小马。师傅的猜想有道理，我这就去把小马的经历调查一遍，他身边的人我也排查一遍，这次一定能找到暗夜屠夫的线索。执法局这边忙得不可开交，你这边也没闲着。虽然想法有了，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，没有2-3天根本完不成。你一边操作，一边让苏成记录。一天下来，两人都累瘫了。晚上两人一起吃饭，苏成小心翼翼地问道：老板，这药品出来后，我能不能买一份给我妈妈？她时间不多了。你心里明白。苏成虽然嘴上答应母亲放弃治疗，但他一直都没有放弃，不然也不会一人给你做2份兼职。你对这小姑娘的努力也看在心里，可以，但这药品正式售卖需要很多流程，所以我建议让你母亲直接来试药，我有100%的把握能治好。如果成功了，你要帮我和方院长之间搭桥，我的药品售卖还需要他的帮助。苏成想了想便同意。回到家已经12点，你迫不及待幻化出黑影，现在黑影的能力已经提升了一大截，不仅能膨胀到2层楼那么大，还可以多出2个分身。而你今晚没有什么目标，只能漫无目的闲逛。突然你发现了楚玲玲和李凯云，两人举止亲密，看来这两人还是一对情侣。他俩往后备箱装了不少行李，一
看就是要出远门。李凯云开着车，既然这件事科学无法解释，我们就去你说的通灵世家看看，听说他能让死人附身和咱们对话。两人正闲聊，突然前方有大卡车堵路，后方紧跟着也被堵死，带头的叫乌鸦哥，坐在卡车里指挥着混混们对二人发起攻击，不多时二人便被制服。众人等着乌鸦哥下来处决二人，等了许久却不见卡车里有什么动静。一个小弟拉开卡车的车门，只见乌鸦哥的头颅滚了下来，一名小弟尖叫了一声，是暗夜屠夫。这一声尖叫导致混混们一哄而散。李凯云两人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终于明白为什么百姓都把暗夜屠夫看作大英雄。两人报了警，王涛赶到现场，把二人送到医院，并勘察了现场，不出所料还是一无所获。而李凯云和楚玲玲经过这件事，竟然觉得有一个让黑暗世界害怕的人也挺好，便放弃了追查下去的念头。此时孟萧听说刺杀失败，想着既然干不掉暗夜屠夫，不如合作，我把整个天心市违法犯纪的名单提供给他，让他一一铲除，我们也可以打击竞争对手。可是老大，咱们也联系不上暗夜屠夫啊。孟萧想了想，可以这么办，接着便和小弟窃窃私语起来。此时你也回到了本体，寿命又增加了30年，目前余额220年，自己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，但似乎也到达了瓶颈，想要突破，恐怕还得借助生物科技。想着今天可以做出第一份药剂成品，以便迫不及待喊着慕容一起来到了工厂。一上午的忙活过后，终于成功制造出纳米靶向免疫激活药剂，太好了！下午就安排小白鼠进行实验。吃过午饭，连休息都没顾上，你便把药剂注射到5只鼠鼠身体中。只见它们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好转，紧接着又萎靡下去。你很快便发现了端倪，这鼠鼠是残次品。慕容马上前去调查，果然是负责采买的张红中饱私囊，买了一批身体素质太差的鼠鼠。你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钱虽然不是问题，但今天的实验进行不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出现一道佝偻的身影，苏成看到立即迎上去，老板，这就是我母亲。只见苏妈妈来到你身前，微笑着说，马教授，要不直接让我来试药吧，趁我现在还扛得住，直接动手吧。你看着苏妈妈坚定的眼神，答应了下来。随后众人对苏妈的身体状况检查了一番，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，这种情况就算化疗也很难取得什么理想效果。你仔细看完报告中的每个数据，松了一口气，条件符合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接着你便把药剂输入到苏妈体内。苏成走上前握紧妈妈的手，你则在一旁记录数据。随着各项指标缓慢上升，苏妈的脸色也越来越红润。片刻过后，苏妈体内的癌细胞已然被消灭，成功了。看来药效和我们预期的一样，第一针就可以清除体内大量癌细胞，1周后来注射第2针，将剩余癌细胞全部清除，第3针就可以在体内建立防御屏障，避免复发。苏妈听后脸上充满了感激。众人一直忙到晚上才结束。你回到家构思接下来的路，一旦抗癌药问世，自己会成为全民皆知的大人物，有了身份地位，干什么都容易成功。接下来可以研究断肢重生的药剂，甚至可以推出超级血清，和军方合作。到那时，即便被人发现自己暗夜屠夫的身份，也没人敢动自己。正想着自己的宏图大业，时间来到12点，你再一次幻化成黑影。今天没什么目标，还是在街上溜达。突然你发现远处的霓虹灯组成了几个大字，屠夫我在等你。这是有人要见自己。顺着指示你来到一间办公室，只见一个人影坐在椅子上，正是孟萧。屠夫先生，有没有兴趣合作一下？我手里有大量罪恶滔天之人的详细信息，也掌握着很多媒体和主播，我可以分分钟将您打造成全民英雄，只需要让我做你的助手，你就可以拥有这一切。屠夫先生考虑一下吧。说完，孟萧便胸有成竹地看着你，而你玩味地看着他。这家伙想从自己身上获利，你可没那时间陪他玩。抬手一刀斩下孟萧头颅，没想到孟萧身上居然绑了手榴弹。随着孟萧的手摊开，手榴弹触发，整个办公室化作一片废墟。此时一个身影缓缓走进来，既然合作失败，那我们今后就是敌人了。此时你也已经回到本体，感受了一下寿命余额，居然只增加了1年。这孟萧常年练武，身体素质再差也不能只有1年。难道刚刚杀的是他请的替身？真是活腻了。你猜想的没错，此时的孟萧正在和岛国的顶级杀手组织联系。这个神秘组织叫隐神宗，是由许多忍者组成的。经过沟通，隐神宗决定派出一位上忍前来协助孟萧。很快天亮，你刚起床，苏成就开车来接你。方院长一会儿就到实验室，他还会带一位副院长，是肿瘤科的教授，他学术地位极高，但脾气很差，你千万别得罪他。或许是聊得太投入，苏成没有注意到前方一对祖孙2人在横穿马路，还好刹车及时。本来是祖孙2人横穿马路在先，没想到他俩却挡住道路，对着苏成骂了起来。这时那妇人看了你一眼，表情逐渐兴奋，走到你车前，先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通灵世家，能够与死去的人沟通。我看到你身上有不少怨气，定是有不少人因你而死，如果放任不管，会危及到你的生命。不过我有办法可以去除，不知老板想不想试试？你之前从楚玲玲口中得知，这俩人叫王桂芳和王小优。由于李凯云和楚玲玲被暗夜屠夫所用，失去了继续查下去的念头。这祖孙2人见到手的钱财泡汤，便主动过来寻找机会。苏成没再搭理他们，开车走了。奶奶，他们实在太混蛋，咱们用点手段让他们倒霉吧。傻孩子，这人身上缠绕的怨气太重，他绝非一般人，咱惹不起。再说咱们通灵可是要折寿的，对这些人骗一骗就行了，没必要消耗咱们的寿命使出真本事。如果那个金牌侦探问起来，咱就骗他说这人就是暗夜屠夫。走吧，我们继续找那个金牌侦探去。此时在方院长的医院，方衍之和一位老者在激烈讨论。你许剑山可是肿瘤界的医学泰斗，这药如果是真的，那将会是造福社会的好事啊。只见许剑山耷拉着脑袋，一副不相信的样子。我就不信刚入行的小年轻能整出什么幺蛾子。话音刚落，你们3人从门外走来。2位院长久等了，我知道许老对我有意见，那我先介绍一下药品的原理吧。接着你便滔滔不绝的一顿输出。只见许剑山的表情从不屑慢慢的变得震
没劲，你的想法真是独特，赶快带我去实验室看看。很快，你们一行人来到了实验室，简单参观过后，许剑山有些失望，就这么几个大学生，一个专家都没有，怎么可能研制出抗癌药剂？说完转身就要走，你突然出声，许老的胃癌恐怕只剩下2-3年的寿命了吧？我可以帮您治好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全都愣在原地。老许，你得了胃癌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许剑山说道，你仅凭肉眼就能知道我得了什么病？好吧，这也许是一个造福人类的机会。如果你真能把我治好，我给你做担保，保证你的药一路绿灯。随后你们签署了自愿接受实验的协议，检查了许剑山的身体状况，便开始治疗。仅仅一针下去，许剑山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了许多。再次检查后，和苏妈一样，胃癌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许剑山难以置信，马医生真是神了，想不到这药真有效果，而且速度如此之快。我愿意亲自协助马教授将药品快速推广出去，分文不取。你非常高兴，太感谢许老了。我也承诺，我只会收取5%的纯利润，绝对不会让更多的病人走投无路。两位教授都被你的胸怀所折服，当即便敲定了后续事宜。回到家已经很晚，你第一时间便想起了王贵芳祖孙二人。那王贵芳能看出我身缠冤魂，肯定有些本事。我如果能学到这种技术就好了，今晚就去打探一番吧。很快又到了12点，你直接换话来到李凯云病房。那王贵芳果然已经找了过来，正因为尾款问题吵得不可开交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。之前的定金1000万，我也没有找你们要，你们白赚1000万还不满意？王小优一脸不屑，说好的2000万，干不干都要给。就在两方陷入焦灼时，王涛和关长安正好进来看望李凯云。关长安身居高位，自然知道有些异能之人的存在。看到这一幕，当即拍板决定，既然这案子处处透着诡异，不如就让王贵芳去查。那么二位要怎么查呢？给我们重新找一具死者的身体，要死在暗夜屠夫手中，并且本人见过暗夜屠夫的。王涛想了想，温木里最合适。于是众人来到停尸房，王涛带来所有嫌疑人的照片贴在墙上。王贵芳二人对视了一眼，正想着怎么把暗夜屠夫的身份嫁祸给你，突然发现你的照片也在其中，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啊！于是两人装模作样的做了场法事。只见温木里缓缓起身，向着你的照片走去。此时你还在阴影里看戏，越看越不对劲，瞎扯淡！当时杀死温木里的时候，是从背后偷袭，他连鬼影都没看到。你仔细看向王贵芳，才发现他袖子里有几根半透明的丝线，另一端连着温木里，原来是用丝线控制着温木里。于是你便有了想法，也幻化出几根透明的线，钻进温木里体内，断掉了王贵芳与温木里的连接。王贵芳突然眉头一皱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只见你控制着温木里，从嫌疑人照片中取下一张，交给王贵芳。王贵芳虽说见过许多世面，但此事也太过诡异，两眼一昏下晕了过去。王涛连忙上前看了看照片，这人叫李昌任，手底下有着几百个马仔，光是目前在执法局里面查到的人命案子就有3起，没有查到的更是数不胜数，而且现在还在牢里关着。但他的威望极高，每次都有小弟站出来帮他顶罪，这次十有八九还得放出去。关键是这人已经被排除了，他倒是有这个想法，但也没这个本事啊。看着几人怀疑的模样，王小优恶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这是温木里自己指认的凶手，信不信由你们，赶快打钱吧。几人没办法，也只能把尾款打了过去。很快停尸房只剩下祖孙二人，王贵芳也转醒之后无比惊恐地对孙女说，咱们赶紧走，暗夜屠夫的背后绝对有高人。于是两人连夜回住处收拾行李，你见没戏看了，便来到了执法局的监狱。李昌任正耀武扬威地教训小弟，让你给我按按脚，你听不懂是吗？说完准备动手揍小弟，你直接幻化出丝线控制住李昌任的手脚，并把他手上塞了一把刀，控制着李昌任，一刀就给面前的小弟留下了碗大的疤。接着转向其他人，举起手中的刀。此时王涛也赶到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情急之下掏出手枪就击毙了李昌任。好在现场的犯人都可以证明是李昌任先动的手，事情才没有闹大。见暗夜屠夫身亡，关长安回去准备明天就召开发布会，公布暗夜屠夫的身份。而楚玲玲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便带着众人去翻看监控，果然被他发现了问题。这李昌任嘎人时眼神充满了畏惧与疑惑，像是被胁迫的。暗夜屠夫每天嘎一人，而今天他却对第二个人挥刀，他绝对不是暗夜屠夫，除非王贵芳和暗夜屠夫是一伙的。王贵芳骗了咱们的钱，暗夜屠夫再来个死无对证。王涛听后气得晕头转向，立刻安排手下去抓王贵芳。此时王贵芳二人正在收拾行李，奶奶我回屋换下衣服。王贵芳摆摆手，都要走了换什么衣服，奶奶你就等一会儿嘛。王小优说完后不顾王贵芳的反对，冲向自己房间反锁了房门，偷偷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罐子，随后用小刀割破手指，挤出几滴血滴了进去。下一刻小罐子微微颤抖，王小优露出一种病态的笑容，鬼娃娃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帮姐姐干点事情吧，姐姐今天被欺负了，心里好苦。一个平易近人的上市公司总裁，却每晚幻化成黑影出去嘎人，用的手段也极其残忍。然而所有人都不觉得你有罪，反而纷纷站出来保护你，指引你嘎的都是作恶多端的坏人。这边王贵芳和王小优两人收拾行李准备跑路。奶奶，咱们不如和暗夜屠夫合作，一起赚那些有钱人的钱。傻孙女儿，他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怪物是不会同意和咱们合作的，咱们还是赶紧跑路吧，这种人可不好惹。对了，我去外面把衣服收了，你继续收拾东西。好的，奶奶。另一边你正查看自己体内的余额240年，这下又可以研究新东西了。自从上次公司
劣质小白鼠事件之后，你就一直在考虑无人工厂的事情。机器还是比人靠谱，说干就干。很快你便用了30年的寿命，把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研究透，并且设计了一支全自动流水线。打开电脑，把所有用到的零件做成图纸，随后让慕容找人加工。不过由于你的零部件精度相当高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完不成，并且现在公司账上已经没什么钱了。你思索片刻，把厂子还有我的车子房子统统抵押，一定要以最快速度让药品上市。事情交代完毕，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，苏城已经给你做好了饭，你们2人来到阳台吃饭。此时在不远处的公路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，一辆小轿车的车顶趴着一个全身冒黑气的半透明小孩，黑气弥漫到车里，只听开车的男人发出一声惊呼：不好，车子失控了！此时车子时速已经超过了200公里，突然车子向旁边一拐，刚好冲上旁边的小山坡，直挺挺的朝着你们冲过来。你第一时间便发现不对劲，也幸亏你身体素质强，抱着苏城堪堪躲过，但身上还是受了不少伤。苏城直接报了警，并叫了救护车。此时你终于冷静下来思考，这车祸实在太巧了，一辆车怎么可能冲到2楼来？传说中王家的通灵人有御食鬼魂的能力，该不会是那日得罪了祖孙2人，他们来报复吧？正想着，你突然敏锐地感觉到车厢内的气温好像下降了几度，在你看不见的角落，一个半透明小孩鬼鬼祟祟地飘到你身边，趁着女护士用剪刀剪开衣服的关键时刻，用力拿手在剪刀上一拍，锋利的剪刀直接刺入了你的皮肤之中，划出了一条血口子。小孩得意一笑，消失在旁边。小孩走后，你感觉车厢内温度又上升几分，呵呵，这就是鬼吗？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了。此时关长安正在开新闻发布会，经过调查，我们确定了暗夜屠夫的真实身份，就是本地一个黑社会团伙的老大，名字叫做李昌任。昨天晚上在监狱再次行凶，已经被我们的刑侦队长王涛当场击毙。接着在现场公布了当时监狱的录像，有了这个视频，基本坐实了李昌任暗夜屠夫的真实身份。王涛也成为了击毙暗夜屠夫的最大功臣。但此时的王涛却很不情愿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但他也没办法，如果不尽快结案，影响会越来越恶劣。此时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中，王小优正气呼呼地打着电话：妈，你赶紧过来，奶奶已经被执法员抓走了，我们帮他们找到暗夜屠夫，他们却反过来说我们骗钱。另一端的女人冷着声音说：看来是我们王家太久没有出手，已经让人淡忘了我们的威名，我会动用关系让那个什么关局长直接下岗。王小优脸色阴沉：太好了，对了妈，我遇到一个非常卑鄙的人，在大街上辱骂我和奶奶，我想用点手段把他除掉，不会给家里惹麻烦的。说完又简单聊了几句，便挂了电话。下一刻，一道隐晦的黑影顺着门缝飘了进来，直接钻入了桌子上的陶瓷罐中。王小优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得知任务失败后，气急败坏的他突然念动咒语，鬼娃娃瞬间被吸入陶瓷罐中。接着王小优把陶瓷罐放到电磁炉上，炽热的高温很快把陶瓷罐烧得通红，陶瓷罐内部发出一阵又一阵凄厉的惨叫声。王小优恶狠狠说道：一点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惩罚你在火上烤3个小时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偷懒。我先去买点吃的。说完王小优就出去买吃的去了。此时王涛和李凯云正在路边摊撸串，王涛眼尖，一眼就看到远处的王小优，他二话不说直接联系了队友，接着2人跟在王小优身后，而王小优毫无察觉，回到住处把小鬼放了出来。废物，趁着现在刚好午夜，你再去打小马一次，完事吸干他的血，提升一下实力，这次必须把我们王家的名气打出去。话音刚落，小鬼嗖一下跑出去，生怕又受到惩罚。可不到2秒钟的时间，小鬼又飘了回来，对着王小优一顿比划。你是说门口有2人监视我？顺着小鬼的比划，王小优猜到是王涛和李凯云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我给你提升一下力量，你把外面那2人都嘎掉。说完便闭上眼念起咒语。此时在房间的阴影处，你也早早到场，弄清来龙去脉之后，一个闪身便把陶瓷罐拿走，丢到身体的内部空间。王小优与罐子失去感应，睁眼一瞧，罐子怎么不见了？我还怎么使用御史小鬼的术法？那小鬼是我用鲜血喂养多年的产物，一定的范围之内我都能够感应得到。难道这里还有其他怨灵？想到这，王小优用心感应了一下，立即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很恐怖的杀气，这杀气一直将他死死锁定，随时有可能向他出手。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，王小优硬生生把自己左眼抠了下来，已无左眼，继此灵术，破世间虚妄，显鬼魅真形。你在旁边看呆了，这是什么操作？伴随着咒语结束，一道红光扫过你，王小优哈哈大笑，找到你了，我定叫你有来无回。你心里一慌，得赶快解决他，万一这王小优还有什么其他的手段，真给自己搞得阴沟里翻船，那可就亏大了。随后幻化出黑线操控住王小优四肢，直接从窗户扔下楼去。此时正好有辆大货车经过，王小优瞬间便被卷入车底。片刻过后，执法队员终于赶到，众人破门而入，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了一跳。屋内没有找到王小优，王涛立马跑去查附近的监控，很快在3公里之外找到了王小优的身体。看到他的惨状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王涛眉头紧锁，这王家背后还是有点势力的，出了这事，估计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不如推给暗夜屠夫，让他们两方较量一番。一个平易近人的上市公司总裁，却每晚幻化成黑影出去嘎人，用的手段也极其残忍。然而所有人都不觉得你有罪，反而纷纷站出来保护你，质疑你嘎的都是作恶多端的坏人。就在王涛调查现场时，你已经回了家，查看现在的寿命余额只有225年，看来那个王小优的命也不长了，最多也就只能活到40来岁。接着你从影子空间里拿出2本古籍，养魂录、通幽经。通幽经是与鬼神交流的法术，修炼到极致，甚至能让人短暂复活，这也是王家世代传承的秘法，是他们的立足根本。另一本养魂录则是邪门术法，
法，讲的是养小鬼的本事，而且要想练成这门术法，手上必须沾染不少鲜血。看来王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无辜之人。为了防止王家人报复，你只好被迫投入15年的寿命，将这2门秘术完全掌握。干完这些，你拿出装小鬼的罐子，放到阳台。我看你身上怨气缠绕，这些年为虎作伥也害了不少人，就让你在烈日下烟消云散，也算是对你的惩罚。第2天，好消息接踵而至，首先是纳米靶向免疫激活药剂，在2位院长的帮助下，手续全程开绿灯，今天就能办下来。慕容那里的机械零件也已经加工完成，只要药品一上市，你就会有无限的影响力和知名度，以后就算有人想针对自己，也没那么容易了。不过，苏成小心翼翼地看了你一眼，网上不知怎么回事，对您的研究成果全是批评和质疑。你拿过手机看了几眼，果然有许多言论攻击。一个搞建筑的，居然说自己能解决癌症，这不是把大家的大牙都给笑掉了吗？你看着这些谩骂，很快便发现了异常。一些骂得最凶的账号，在各个平台都是同一批人，这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水军。你微微一笑，开始追查来源，很快便查到了幕后操纵者周碧荣。他在大学时就开始当网络水军，后来被学校开除，继续把水军行业发展壮大，赚了不少黑心钱。此时在一间网吧小包厢中，周碧荣正在疯狂敲键盘，抹黑一个准备上市的医疗产品，一条评论1毛钱，谁来干？发完招募文章后，周碧荣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，这次又赚了一笔不小的钱。突然他捂住胸口，表情痛苦，晕了过去，很快被人发现送进医院。经过检查，你被确诊为癌症晚期，准备化疗吧。周碧荣一听头都炸了，自己正是花性年华，经过这一折腾，就算活下来，估计也会变得人不人鬼不鬼。此时苏成正好路过，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于是便推荐了你的癌症药剂。周碧荣眼睛一亮，自己经常会抹黑一些产品，如果这些产品真的无效，那也用不着抹黑。既然有金主爸爸找到自己，那就说明这个产品大概率是真的有效，自己倒是可以利用手中的水军做个筹码，让这个小马治好我的病，治好了我就帮他恢复名誉。于是周碧荣动用了一些手段找到你的电话，直接和你进行谈判。你听了他的诉求，微微一笑，只说了3个字便挂断了电话。周碧荣气得整个人都颤抖，竟敢骂我，于是立即拿过电脑，拿出毕生所学，全力对你的药剂进行抹黑。而你也不怕，自己的纳米靶向免疫激活药剂马上就会上市，优秀的效果自然会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谣言自然不攻自破。你正在幻想着后续的壮举，执法局这边可是苦不堪言。王小优的母亲王安雅通过背后的人脉，让关长安恭恭敬敬地把王桂芳放了出来。听到自己女儿的死讯后，母子2人犹如晴天霹雳。王涛给他们看了王小优掉下楼的画面，那惊恐的神情和僵硬的动作和李昌任一模一样，这一定是暗夜屠夫干的。王桂芳和王安雅说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你，一定是他，这小马不能留，我明天就去了结了他。王涛在后面听得愣神，居然在执法局当着执法员的面说这种话。他看向关长安，关长安也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能看着这2个女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执法局。这个暗夜屠夫和王家都掌握着玄学的手段，让他们去碰一碰也好。白天很快过去，你一脸疲惫地回了家。今天你已经把全自动机械全部组装好，很快就会投入生产。现在是时候看一看王桂芳他们的动向。此时在停尸间，王安雅2人准备召回王小优的灵魂问个究竟。亲眼看到自己女儿的遗容，王安雅揪心不已。突然她将手指划破，使出一个阵法。王桂芳和你看到后震惊不已，王桂芳更是大惊失色。你疯了？说好的只是叫回小优问问当时情况，你现在要把小优的灵魂强行留在你身边吗？这至少要损失你10年的寿命啊！而且小优也不能投胎，你的气运也会有折损。王安雅此时也被愤怒冲昏头脑，你不要阻止我，这是我女儿，谁也不能带走她。王桂芳知道现在的女儿已经失去理智，只能在一旁叹息。你也同样清楚，把人的灵魂留于世间和养小鬼是2码事，小鬼遗留下来的只是怨气，而想要把灵魂留下，可是违反了天道。不过也不急，看他们是什么水平再说吧。伴随着法术的结束，王小优的灵魂出现，只见他痛苦地颤抖着，我好害怕，暗夜屠夫好强大，我只看到一团深不可测的黑影，好可怕。好女儿别怕，我们会替你报仇。这暗夜屠夫每天晚上出来行凶，白天肯定很脆弱，妈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只要控制住他身边的护士，很轻易就能嘎掉他。你在暗处听了怒火中烧，竟敢动我身边的人，于是催动身体幻化出黑丝，利用法术给黑丝加持，让黑丝可以直接控制住灵魂，接着冲向王小优，又一次结果了他的性命。王小优连续2次死亡，灵魂遭受重创，这下投胎转世都是奢望。王桂芳和王安雅彻底疯狂，对视了一眼，合力施展起法术。你已经将他们的秘术完全掌握，这法术你当然也能看出来，他们是想献祭自己，和我同归于尽。只不过他们这施法前摇太长了，你直接把房间的门锁死，接着把他们的法器没收，变出高大的身影，直接把他们2人用绳子挂在电风扇上。随着他们生命的流逝，你也被吸回本体。你第一时间检查了一番，原本还想着用这种方法获得2份元寿，结果只获得了1份10年的寿命，看来终究还是无法钻漏洞了。第2天，你还在睡梦中，慕容一个电话给你打过来，小马，快准备一下，我召集了100名癌症志愿者，其中还有一个你想不到的大人物，咱们今天就来一个全网直播。
个平易近人的上市公司总裁，却每晚幻化成黑影出去嘎人，用的手段也极其残忍。然而所有人都不觉得你有罪，反而纷纷站出来保护你，质疑你嘎的都是作恶多端的坏人。这天慕容给你打电话，他组织了一个现场直播，以验证抗癌药剂的作用，消除造谣的负面影响。你马不停蹄地赶到工厂，只见现场人声鼎沸，不仅有邀请的记者，还有几个大主播在直播。在这100个志愿者当中，你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天心市的市长袁千秋。袁市长1年前被诊断出了癌症晚期，一直在保守治疗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一旦去治病，就只能卸下自己身上的担子，但他放心不下天心市的百姓，所以病情一拖再拖。很快直播开始，慕容先是带着记者们参观了工厂，接着直接开始治疗。对于药物的效果，你是100%放心。事实也不出所料，几个小时之后，原本精神萎靡的100人逐渐容光焕发。袁千秋虽然虚弱，但双目却绽放着光彩，他只感觉食欲大振，疾病带来的痛苦全都消失不见。经过专业人员检查，100名志愿者的癌细胞居然全部消失。袁千秋在秘书的搀扶下激动地走上台，大家对马先生的产品有怀疑是正常的，这代表咱们执法局的反诈宣传工作很到位。但这一次，我袁千秋亲自参与实验，证明这一款药剂绝对是真实有效的。希望大家不要再对马先生恶言相向，不要让人民的英雄寒了心。此话一出，对你的谣言不攻自破，那些恶意诽谤你的账号全部被永久封禁。此刻，在京都一家豪华会所的顶楼包间中，3个40来岁的中年人正在看着直播，其中1人是医疗行业的龙头陆萧晨，另外2个也不简单，分别是经营保健品和营养品的贺安，和经营疑难杂症治疗用品的霍仓。贺安说道：“这个年轻人挺有天赋，如果能够为我们所用，说不定后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收益。”其余2人点点头，但是他未必会听我们的话。贺安爽朗一笑：“放心吧。”接着对门外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只见门外一个身影走来，正是孟萧。3位放心，我保证1周之内将小马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离开包间，孟萧回到拳馆，阴险地对小弟说道：“是时候请金牌杀手出马了。”此时，在京都市第一学府的实验室内，许剑山也带着一群白发苍苍的老研究员，共同观看着这一场直播。只见许剑山得意洋洋：“怎么样？这下相信我了吧？可以给小马一个教授头衔了吗？要是晚了，我这小兄弟成了别人的教授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”这些教授们看了全程直播，激动不已。小教授怎么够？不如聘请他担任咱们的重点实验室主任，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。许剑山满意的点点头，算你们有诚意，我就帮你们引荐吧。就这样，这场直播一直持续到晚上，你和苏成才精疲力尽的准备回家。正准备上车时，一辆面包车突然拦在面前，接着从车上走下几个壮汉，为首的一人拿着刀：“马先生，我叫张小刀，我们孟老大看上了你的公司，想帮你100万，买你70%的股份，怎么样？”个平易近人的上市公司总裁，却每晚幻化成黑影出去嘎人，用的手段也极其残忍。然而所有人都不觉得你有罪，反而纷纷站出来保护你，质疑你嘎的都是作恶多端的坏人。由于你的抗癌药剂触犯了大佬的利益，导致你遭到几个壮汉的围堵，要用100万买你70%的股份。面对这几名壮汉，你轻蔑一笑。带头的张小刀看到你带有挑衅意味的笑容，怒火中烧，举刀就砍。你面不改色，稳稳接住了刀刃。张小刀想抽回来，却发现怎么也抽不动。只见你轻轻一拽，把张小刀拽过来，接着一拳打出，直接把张小刀打晕。剩下的人直接被吓傻，拖着张小刀就回到了车里，踩着油门就跑了。你看着车逃跑的方向，嘴里念动了几句咒语。苏成看得目瞪口呆，崇拜的看着你：“马先生，你是练过吗？”你哈哈一笑：“我以前可是工地搬砖的，手劲大得很。”此时张小刀他们已经跑出了很远，司机正疯狂踩着油门，谁都没注意到车窗外一丝红色烟雾慢慢爬上车顶，接着只听车里乱作一团，车辆直接失控，从100米高的桥上飞了出去，栽进了江里。不一会儿，王涛和李凯云带人赶到车祸现场，找到了行车记录仪，只听车里几人说道：“这个该死的小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孟萧老大不会放过他的。”听完之后，李凯云皱起眉头：“又是小马，我怀疑他很有可能就是暗夜屠夫。迄今为止，所有的案件都和小马有关，都是前脚刚得罪过他，当晚便全部离奇身亡。”楚玲玲也说道：“小马仅凭自己一人就完成了整个自动化工厂的设计，也是令我费解的事。我又重新勘察了王安雅的现场，在王安雅的身下发现了他手写的2个字母 X 和 M， 我怀疑这2个字母就是王安雅留下的线索，代表着小马。”王涛还是不可置信：“但他是瘫痪的呀。”楚玲玲抬起头，目光锐利：“如果说他的瘫痪是假装的呢？”此时在孟萧的拳馆中，所有小弟们大气都不敢出。孟萧正气呼呼地大骂：“废物，连一个瘫痪都带不走，一群废物！你们都去查一下张小刀他们死亡的原因。”小弟们连连点头，连忙跑出去调查。孟萧看向一旁的角落说道：“出来吧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都没见过你几次，总感觉这钱花得亏了。”角落的阴影之中缓缓走出一个人影，正是影神宗派来的金牌杀手愁云。孟萧君，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您1周，我只有在暗处才是对您最好的保护。孟萧一笑：“愁云，我想让你帮我去杀掉这个小马，可以吗？”孟萧君举手之劳，我愿意效劳。此时的你正准备睡觉，现在自己已经名利双收，是时候让自己恢复健康了。干脆再研发一款治疗神经性损伤的特效药剂，既可以巩固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又有一个适当的理由恢复健康。说干就干。就在你准备进入元兽空间推演时，突然听到门外一阵嘈杂声。王涛、李凯云几人带着执法局的同事来到了你家里。马先生，我们认为您和暗夜屠夫之间有重大关联，想请您回一趟执法局协助调查。这是王涛他们商量好的，只要把你带回执法局，24小时不断监控，然后强行提审，不怕你不露出破绽。不管你的拒绝，
直接将你带出门。几人刚出门口，一辆商务车直接停在了你家门口。一名女子从车上下来，马先生您好，我是袁千秋的女儿袁念堂，我父亲已经基本恢复健康，我特地前来拜访，并且带了一些好酒。你默念了一遍袁念堂这个名字，很快想起了一个白酒品牌琼梦，是全国前3的顶尖白酒企业。这2瓶酒是袁念堂亲手酿造，拿去拍卖个几千万都不在话下。没想到居然就这样送到了自己手上。马先生，我父亲想请您明天晚上参加我们家的家宴，当面表达一下感谢。听到这话，你摇了摇头，接下来的3天估计都不行，因为我得在监狱里面度过。此话一出，旁边的王涛等人头都大了。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直接抓人确实不太妥当，最终只能放弃抓你。你望着执法员们离去的身影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就是权力地位的魅力吗？送走他们后，袁念堂提出一个合作，他的酒厂也想设计一个全自动生产线，费用好说，要多少给多少。你笑着摇摇头，小事一桩，我有空给你免费设计一套就行了。袁念堂有些懵了，马先生，这会不会有点不太好？没关系，咱们是朋友，朋友之间不要这么客气。袁念堂开心的点了点头。马先生既然这么大方，那我也不能小气。听说马先生的公司有点周转不开，我可以贷1个亿给马先生周转，利息就按照市面上最低的来，您看行吗？你想了想，现在公司确实没什么钱了，原本打算先少量生产一批抗癌药周转一下，但这样进度会慢很多。有了这1个亿，就能直接扩大生产，那赚起钱来可就快多了。于是答应了下来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合作打造一款养生酒品牌，您只要出技术就行。如果有想法，我们后面可以详谈。说完这些，袁念堂便离开。回到家，他和袁千秋说了你的事。袁千秋听后开怀大笑，看来你和这个小马挺有缘，我每年给你挑的人，你是一个也看不上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袁念堂满脸通红，老爹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你放心个啥？生意伙伴怕什么？伙伴变夫妻不就是一张纸的事？不过这小伙的品性还得再观察观察。事情告一段落，你这边也已经吃完饭，这5兽呼吸法真是神技，难怪古代武将都那么神勇，项羽更是力能扛鼎。我们对这世界的探索果然少得可怜。说完，你开始思考王涛几人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只要时间一长，早晚能查到我身上。王涛几人还能不能留呢？思索良久，你终究还是摇了摇头，罢了，毕竟他们是为民除害的好人，放他们一马吧。不过这个孟萧是不能留了，这人私下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。你看了看时间，还有3个小时，12点，正好补补觉。随后你躺在床上，呼吸渐渐平缓，迷迷糊糊中，你闻到一股香气，困意更为浓郁。突然，你的潜意识瞬间让你惊醒，这味道不正常。刚一睁眼，就见一抹荧光射向你，你双指猛地前伸，将荧光夹住，是一枚飞镖。愁云从暗处现身，有希，了不起的身手，真是一个好对手。不过可惜有人要你的命。说完，身影瞬间移动到你身后，趁你来不及反应，手中长刀直接将你背后划出一道口子。没等你反应过来，愁云的身影居然硬生生1分为2，然后2分又为4，直接向你冲来。你虽然修炼了5兽呼吸法，但搏斗经验还是太少，身上的伤口一刀接着一刀，你被他的分身术牢牢牵制住，只能被动挨打。突然你想到了之前的香味，赶忙把口鼻用破布捂住，退到角落。愁云戏谑地说道，我已经切断了你重要的经脉和血管，你只能老老实实躺在这里血流而亡。放心吧，这个过程很美妙。说完之后，愁云一个闪身离开了此地，你只感觉到自己全身火辣辣的，根本动不了一点。现在你的房子里只有你一人，苏成耀明天早晨才会来，你只感觉自己头晕目眩，感受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流逝，好不容易重新活过来一次，难道又要没了吗？怀着满心的不甘，你晕了过去。